上一期我们讲到香港密室血案，749局新人亲历同事惨死，慈禧供奉的邪物，下一个断头的会是谁呢？接下来请继续倾听。王大全扭过头，看到雷经理在一旁点头后，便先询问起李老板有没有派人盯紧出入口。在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又说道：这就好啊，既然能肯定是有人闯了进来，那我们就赶快四处找找。这侵入者不可能是大摇大摆坐电梯进入场馆的，这附近肯定还有什么别的通道啊。不可能了，李老板摇了摇头。这个收藏馆以前系地下车库了，只有一台客梯和货梯可以出入啊，安全通道呢也是被偶封死了，哪里有什么别的通道了？雷经理一摆手，老王说有就是有啊，这方面他可是专家。老李啊，既然你要求老王帮忙，那就要相信他说的话嘛，要不然我们现在就带佛像走人，你自己想办法解决这里的破事吧。李老板强笑了一声，那就找找吧。于是王大全把我们几个两两分成一组，开始在场馆内搜索起来。之前李老板说过，这个场馆原本就是楼上的地下车库的一部分，因此整个场馆的面积也是大得很呢。为此，王大全又把李老板的人手要了过来，还问李老板要了一些对讲机，人手配备了一个。考虑到那闯入者可以把人的头给拧下来，王大全怀疑这闯入者可能会功夫。他之前看到李老板的手下似乎带着枪，便想要替我们要几把，但是李老板这次却是拼命摇了摇头，表示场馆里的枪已经全给自己的手下了，没有留下半点。香港和大陆差不多，除了警察之外，严禁个人持枪。李老板给手下们配备的那些枪，还是他为了这收藏馆的安全而偷偷弄到手的，根本就没有多余的。无奈之下，王大全只能让我们自己注意安全，一有发现立刻用对讲机联络其他人。至于雷经理和李老板两人，王大全原本是想让他们先离开收藏馆，毕竟谁都不知道那个小偷现在有没有离开。如果没有的话，那雷经理和李老板两人就可能有危险。不过雷经理和李老板两人却严词拒绝了，死活要求守在佛像身旁。看来是那小偷接连2次尝试偷盗佛像，已经让他们感到害怕了。见说服不了他们，王大全只能留下了2名李老板的保镖，让他们在这儿保护2人周全。又让人拿了几块帆布，把那2具尸体和地上的头颅先盖了起来，免得雷经理和李老板两人看得寒碜。至于其他人呢，在准备妥当之后，便立刻开始行动起来。我和江开分到了一组，2人把负责的区域和房间来回走了好几遍，连边边角角都仔细看了一遍，但是别说什么闯入者偷摸进来的通道了，就连能让老鼠进出的小洞都找不到啊！我喘了口粗气，对着江开说道：哎呀，老江啊，王队说的到底靠不靠谱啊？连个老鼠洞都找不着，真的是有贼闯进来了。江开停了下来，看着我道：怎么，你觉得王队说错了？那么你告诉我，如果不是有小偷进来了，那2个清洁工是怎么死的？我犹豫了一会儿，一咬牙对他低声道：我觉得呀，可能是真的闹鬼了呢。江开惊讶地看着我：四九，看不出来呀，只不过是在香港待了几天，你就沾上资本主义的封建迷信了呀。我没好气儿的：什么封建迷信呢？我是说真的。王队说那佛像是被闯进来的小偷搬动的，那你给我分析分析，为什么连续2次了，那些个小偷只是把佛像移动了一下，连储藏室的大门都没有搬出去过呢？
人都杀了，佛像却搬到了一半就放弃了，这怎么解释？这个江开被我一下子说得愣住了，支吾了半天吐不出一个字来。我又说道：还有啊，那4个人的死法，王队说凶手可能会功夫，那么你给我分析分析，这世界上有什么功夫能把人的脑袋那样给拧下来的？那是功夫能做到的吗？又不是功夫电影，哪里有这么夸张的能力啊？江开一阵挠头啊，你说的也有道理啊，可是王队的解释总比你说的闹鬼要靠谱吧？比起什么鬼神，我宁愿相信是有小偷闯了进来呀。我看着江开的表情，心里一阵的摇头。算了，走一步看一步吧，就算是我现在说服了他，对现在的情况也没有任何帮助。想到这儿，我便朝外面走去，准备换一个地方继续检查。就在这时候，江开手上的对讲机忽然响了起来。王队，我们这里有情况，疑似发现了入侵通道。我心里一愣，真的发现了外人偷摸进来的通道吗？难道说王队说的是真的？这次的事件真的不是什么鬼神，而只是闯到收藏馆里的小偷造成的？带着心中的疑问，我和江开两人急急忙忙跑了过去。发现可疑通道的地方在收藏馆中央区域的一处女用厕所里面。当我们赶到的时候，小小的厕所里已经挤满了人，之前分散开来搜寻的队伍都陆陆续续地赶了过来。我被堵在厕所门口进不去，只能踮起脚尖一蹦一跳地朝里面看了一眼。我看到在厕所最里面的一个隔壁里，王大全正踩在马桶盖上，半个身体钻进了天花板中。原来是这样。看到这里，我心里已经有了一点猜测。在厕所的天花板中有用来去除臭味的通风管道，这里原本就是地下车库，通风管道比起一般高层建筑中的管道还要来得大一些，穿过一个大人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就在我思索的时候，王大全已经洗了下手，从厕所内走了出来。他看了一眼门口围观的众人，随后说道：厕所里的通风管道有被人撬动过的痕迹，迹象还很清楚，极有可能就是今天进来的时候造成的。另外，在通道口内，我也发现了有人移动时碰掉的蜘蛛网。这些东西加起来，事情已经很清楚了。这个收藏馆里今天的确有外人进来过，那2个清洁工恐怕就是那个人下的手。大家顿时议论起来。王大全拍了拍手，示意大家安静，随后便说：那闯进来的小偷应该还没有走，很有可能就躲在这收藏馆的某个地方，大家继续搜索一下，应该很快就能找到他。可是我们之前都到处看过了呀，这里除了我们之外呢，根本就没有其他人了。一名保安公司的同事举手道。我立刻插了进去，对王大全说：王队，收藏馆里有几个地方应该还没有人看过。哪里啊？王大全刚开口便想到了我指的是什么地方。之前大家为了找寻出入口，其实已经把整个收藏馆搜了大半，但是有几个地方却是谁都没有去看过，因为那几个地方就是这间收藏馆的暗室。那几个暗室的出入口到底在哪里？李老板没有告诉我们，他的几个手下也被严令禁止透露。因此到现在呢，都还没有人去检查过里面的情况。这样啊，王大全点了点头，便说：那你们先去别的地方看看，我去找李老板商量一下，看看能不能先打开暗室，让我们检查下。众人点点头，正准备各自散开的时候，头上的灯光忽然暗了下来，随后便闪个不停。
忽闪忽灭的灯光中，我忽然听见身边李老板的一个手下对同伴说：“怎么又闪起来了？这里的电路还没有修好吗？刚才死人的时候就已经闪过了。”听到这句话，我没来由的感觉浑身发凉。突然，我的耳边传来了一声尖叫声：“怪！”我的头发当时就竖了起来。这叫鬼声不只是从我身边传来，我听到还有许多同样的尖叫声从其他人的位置那里响了起来。除了我以外，别的人也吓了一大跳，有几个李老板的手下甚至条件反射地将自己的枪都给拔了出来，对准声音传来的方向，差点就是一枪。就在这时候，人群中响起了王大全的呵斥声：“都别一惊一乍的，看看你们的对讲机。”对讲机？我反应过来，朝着身边的江开手上看去。我这才发现，江开的对讲机上的信号灯一闪一闪的，原来刚才的声响是从他的对讲机里传出来的，而其他的鬼叫声自然也是从别人手中的对讲机里响起的。王大全将自己手中的对讲机举了起来，按下通话按钮，对着那头说：“刚才是谁在鬼叫？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一次我们所有人都听清楚了，从对讲机里传来的声音竟然是雷经理的，只是他说的话却让所有人感到不寒而栗。“喂，有鬼！老王，快来救我呀！救我！”王大全对着对讲机吼道：“雷经理，我是王大全，你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请说清楚一点。”“鬼出来了！李老板已经被鬼杀死了，他现在在追我，快啊！”对讲机里的声音说到一半，便以一声惨叫声戛然而止。王大全也是被雷经理这最后的惨叫声给吓懵了，一时半会儿愣在那里。除了他以外，周围的所有人也是一声不响。当时的场面静悄悄的，静得我都能听见自己的心砰砰直跳。过了半分多钟，王大全才开口道：“都别慌张，这世界上哪里有什么鬼呀？他们八成是被那个闯入者袭击了。都别傻站着了，快过去救人啊！”说完，第一个冲了出去，我们其他人随后也跟了上去。在半路上，那些李老板的手下们分了我们每人一把甩棍，他们则掏出了自己的配枪。其中一个家伙的身上竟然带了2把枪，直接让王大全抢了一把过去。从我们赶过去的那一刻起，我就觉得有些不对劲儿，头顶上的白炽灯依旧在一闪一闪的。我刚才心里有个念头没有说出口，那就是如果这次的事件并不是人而是鬼造成的，那这头顶上的灯光会不会就是鬼出现时的征兆呢？我会这么想，完全是因为听到刚才李老板手下的讨论有感而发。在之前那2名清洁工死的时候，收藏馆里的灯光就开始出现故障，而这一次灯光忽闪忽灭的时候，李老板他们那里又出事了。一个晚上，每次灯光忽闪忽灭就有人死去，这绝对不可能是巧合吧？就在这时候，前面的大部队已经减慢了速度，距离储藏室只剩下几步就到了。王大全怕出现意外，让所有人贴着墙壁慢慢走了过去。我快走几步到了王大全的身后，在他耳边将我的想法说了出来。李四九，你抽什么风啊？这件事情已经明摆着是人做的，这世界上怎么可能有？王大全话刚说了一半，便闭上了嘴，因为这时候我们已经来到了储藏室的门口。
见到储藏室的那道金库门大开着。王大全检查了下手上的手枪，确认子弹已经装填后，便闪身带着人冲了进去。我和江开他们没有枪，只能跟在后头掩护。我们刚冲进储藏室，便停在了门口。大家都惊惧地看见了李老板和雷经理的尸体，他们两个人的头颅就在地板上安静地躺着，周围地面上满是血迹。顿时所有人都打了个寒颤，我心中的恐惧更是上升到了顶点。王大全有些伤感地看了一会儿倒在地上的雷经理，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便开始检查起他们的尸体，基本确定了两个人才死了没多久，尸体还未僵硬。换句话说，杀死雷经理和李老板的凶手可能就在附近。除此以外，房间里还少了一个人，一件东西。被留下来照看李老板的那个保镖不见了，那尊佛像也不见了踪影。找到那个保镖，说不定他和凶手就是一伙的。他们杀死了李老板他们之后，便把佛像带走了。不管怎么样，都要先找到那个保镖。王大全咬着牙下了命令，所有人便涌出了储藏室。就在王大全要离开储藏室的时候，我拉住了他。脚印儿！我指着遍布在房间内的血红脚印说：“王队，你看，这地上的脚印儿有些不对劲呢。”怎么了？王大全回过头看了地上一眼，李老板和雷经理两人的血水此刻已经浸湿了地面，一直流到了门口附近。刚才王大全他们进去检查时，脚踩在血水上留下了不少脚印。我却指着其中的一个说道：“哦对，你看这个脚印比起你们刚才踩的脚印来说明显大了许多呀。这不是你们的脚印，而且这脚印明显是光着脚的情况下踩到的，可以清楚地看到5个脚趾。你看，脚印延伸到了储藏室门口就消失了。这，你想说什么？”王大全渐渐明白了过来。你不觉得这脚印的主人恐怕不是人吗？我再次将自己之前的想法重复了一遍。但很显然，直到这个时候，王大全仍然不愿相信我。李四九，你这么说毫无根据，这世界上不可能有鬼神存在。王大全的反应在我看来其实也很正常。虽然这连续3起案件的杀人手法，只要有经验的人看了就知道不大可能是人为的，但是王大全过去一直接受着的教育却让他的思维已经习惯了无神论的说法，所以很难愿意去相信这一切都是鬼神所为。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努力试着说服他。但这时候外面忽然传来了一阵枪响，王大全立刻推开我，拿起对讲机问道：“是谁开的枪？怎么回事？”对讲机里很快传来了某人的声音：“王队长，是明清藏品区，声音是从那里传出来的。”王大全立刻调整了下对讲机，对所有人命令道：“都听见了吗？所有人立刻去明清藏品区，准备好你们的武器，发现可疑人物后尽量不要开枪，不要抓活的。”说完这一切，王大全瞪了我一眼，便闪身走人。我跺了跺脚，当时就想立刻离开这个鬼地方，却又不愿意就这样扔下自己的同伴，只能硬着头皮也跟了上去。当我和王大全赶到的时候，明清藏品区的入口处已经被其他人围住了，大家双眼紧盯着入口，却一时半会儿没有人敢进去。王大全抓了一个人，问了问里面的情况，原来从刚才的枪声响起后，里面就再也没有声音了。外面的那些保镖们手里虽然有枪，这个时候
却都吓得半死，不肯打头阵冲进去。江开他们手里只有一根甩棍，也不敢轻举妄动。王大全苦笑了一声，似乎对江开他们这些退伍的军人也变得这么胆小感到好笑又可气。正想要带头冲进去的时候，里面突然又传出了一阵枪响，紧接着从入口那里传来了由远及近的急促脚步声，似乎是里面有人要跑出来。所有人立刻弯下了腰，半蹲在地上，手上有枪的人都把枪口对准入口。一闪一灭的灯光下，一个人从入口处露出了半截身子。鬼，有鬼，有！我眼尖认出了那人就是陪着李老板他们守在储藏室的保镖。正想对他开口，下一秒那个人忽然好像被什么东西抓住的模样，才从拐角露出的半截身子嗖的一下又缩回了墙后。紧接着从拐角那头便听到了一声清脆的咔嚓声响起，入口那头已经没了动静。王大全见状，立刻对所有人挥了挥手，自己一马当先冲了过去。我紧跟在他身后，手上拿着一把甩棍，在后面虚张声势。一群人冲过入口，一转头只见到一闪一灭的灯光下站着一个高大的人影。站那儿别动，你被包围了，再动就开枪了。王大全举起枪口，做好了开枪的准备。一闪一灭的昏暗灯光下，那个人影看不太清楚，只觉得他似乎有些高大的不像普通人，近2米的身高，头大身长，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而在他脚下的不远处就躺着一具无头尸体。从那尸体身上的衣服来看，就是刚才出现在入口处的那名保镖。就在这时候，我就忽然看清了点什么东西，壮着胆子朝黑影走了过去。死角，不要过去，对方可能有武器啊！没事的。这时候我已经看清了那个黑影的真面目，那根本不是什么人影，而是那尊从储藏室里消失不见的佛像。我向前走了几步，在能看清楚佛像的面容之后便停了下来，不再前进。因为这时候我的心里忽然有一种预感，让我不要靠近这一尊佛像，似乎只要靠近它就会有生命危险。见到我没事，一些人也壮着胆子靠了过来。当他们看清了那黑影的真面目后，也是骂了起来：吓死我了，原来是佛像啊！妈的，这佛像怎么会跑到这里来的？其他人闻言也是走了过来。王大全又检查了下尸体，在尸体不远处找到了失踪的头颅，果然就是刚才呼救的那个保镖。这一下是彻底让王大全糊涂了。他抬起头与我恰好对视了一眼，这一眼让我看穿了他心中的混乱。这保镖既然也死了，也就是说他很可能并不是杀死雷经理他们的凶手或同伙。那么到底是谁杀死了雷经理他们呢？而且从刚才这人出现在我们面前到见到他被什么东西拉走杀死后，只是短短10几秒钟的时间。可是眼下这里却除了一尊佛像和周围的那些藏品外，什么也看不到。那么杀死这名保镖的凶手到底是谁？又是怎么从他们面前消失不见的呢？我看得出，到了现在，王大全也已经开始有些怀疑我说的闹鬼的话了。毕竟刚才这名保镖在临死之前大喊着有鬼2个字，所有人可都是听得清清楚楚。这时候我看到一名李老板的保镖走到了佛像的面前，上下打量着耸立不动的佛像，张开双手环抱在他腰间，掂量了一下，奇怪地说：我见鬼了，这么重的佛像是谁把它弄到这里的？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头顶上的灯光忽然比之前更为快速的频率开始闪烁了起来，所有人都下意识地朝着头顶看去。
只有我因为心里对佛像有不好的预感而紧盯着那尊佛像。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看到了接下来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就见忽闪忽灭的灯光下，那尊佛像的嘴角突然弯曲了起来，他竟然在笑。只不过是用青铜打造的佛像，怎么可能会笑起来呢？而且这佛像脸上的笑容并不是普通寺庙里的佛像那种淡淡的微笑，而是一种恶毒无比的笑容。看到这佛像脸上恶毒的笑容，我的脑中便感到一阵窒息，下意识地大喊道：快从佛像那儿离开！周围正在看头顶的其他人听见了，回过头不解地望着我，而那个正在掂量佛像重量的家伙也回过了头。就在这时候，他们听到了咔嚓一声，那环抱着佛像的保镖眼神中逐渐布满起惊恐，因为他发现自己的身体竟然慢慢滑落到了地上，而他自己的视线却正在逐渐抬高。他张开嘴想要发出什么声音，一大股血水却一下子从嘴中冒了出来，堵住了他的嗓子。下一刻，这名保镖的眼神已经渐渐空洞了起来。这一切说时迟那时快，最多就走过几秒钟，但是就在这短短的几秒钟内，我却亲眼看清楚了那尊佛像将这名保镖的头颅如同拔萝卜一样从身躯中拔了出来的整个过程。我看到那尊佛像捧起了保镖的头，把他的面孔转向了自己这边。当看见那保镖脸上的表情之后，嘴角的笑意愈来愈浓，就好像是在欣赏一件自己刚刚完成的艺术品一样。这一幕发生的太快，除了我之外的所有人几乎都没有发觉，刚刚就在自己的身边，竟然又有人死去了。就算是亲眼看到这一幕的我，也不敢相信自己眼里所看到的事实。那个丧心病狂的杀人魔是佛像，可佛像怎么会杀人呢？我擦了擦眼睛，想要确认自己是不是眼花了。等我张开眼的时候，那佛像已经再次动了起来。我看见那佛像似乎已经对那头颅玩腻了，一甩手将那保镖的脑袋如同保龄球一样扔到了地上。保镖脑袋落在地面的时候发出了一记闷响，随后便滚到了一个人的脚下。那人低头一看，顿时魂飞魄散，不自觉地惊叫了起来。但是就在他尖叫的同时，那佛像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在了他的身后。就在我的注视之下，那个尖叫着的保镖也被扭断了脖子，脑袋连同着整个脊柱被连根拔出了躯体。这声尖叫将正在满怀疑问望着我的众人吸引了过去。顿时所有人都看到了那倒在地上的尸体，还有正举着那个保镖的脑袋邪笑着看着所有人浑身上下正在滴血的佛像。接下来的一幕就好像是地狱里的场景一样，随着头顶的灯光狂闪不停，一场杀戮盛宴开始了。每一次灯光暗下去又亮起来的时候，人群中便会出现一具站立着的无头尸体，而在地上则会出现一个失去了躯体的头颅。那些站立着的尸体仍然保持着生前的模样，就好像他们的身体还没有察觉到自己已经死亡了一样。一直到下一个死者出现之后，这些尸体才会一个个倒下去。事情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当众人明白过来，短短10几秒钟的时间，已经又出现了5名死者。快，有鬼！佛像，是佛像在杀人！王大全和那些手上拿枪的保镖们大骇之下，立刻举枪对着佛像扣动了扳机。
子弹打在佛像身上却没有任何效果，因为那具佛像虽然会动，可它终究只是一个铜铸的佛像，而不是人呢。反倒是因为众人突然开枪，让收藏区里一下子枪声大作，那些没有准备的人顿时被枪声震得有些耳鸣。最糟糕的是，不知道是谁在开枪的时候竟然没有瞄准好目标，直接将子弹射偏了。打歪了的子弹射在佛像身后的水泥墙上，四处弹射了几下之后，竟然砰的一声，直接将我们头顶的灯光给打灭了。这一下整个收藏区里顿时黑了一大块，就算四周还有几盏灯没有被击中，可是我们本来因为灯光忽闪忽灭而受到影响的视线一下子变得更加糟糕。昏暗之中，就连我都有些看不清那佛像的位置了。不过我们看不清佛像，却不意味着佛像看不清我们。更加令我心慌的是，在灯光熄灭之后，四周的咔嚓咔嚓的声音反倒是更为频繁地响了起来。到了这个时候，我已经很清楚那个咔嚓声就是人脑袋被佛像折断的声音。枪声还在继续，但是却已经越来越少。那些李老板的保镖们终于再也无法忍受身边不停发出的咔嚓声。报应啊！这是佛祖在报复我们，快逃啊！不知道是谁先叫了这一声，紧接着其他人便尖叫着开始四处逃窜。在众人的骚乱之中，我却听到了王大全的喊声：你们都冷静冷静！黑暗之中，王大全提着嗓子冲着我们大吼了一声。可是不等他声音的波纹消失，我便又听到了咔嚓的声响。那声音毫无疑问就是从王大全那儿发出来的。我的一颗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里。王队他死了！这声咔嚓声彻底将所有人的意志完全毁灭了。这一下不只是那些保镖，就连我们拍卖行的保安们也开始逃了起来。混乱中，我被疯狂而来的人撞到了几下，差点摔倒在地上。但就在这个时候，我被人扶了一把。黑暗中我看不清对方是谁，但他的声音我却马上认了出来。四九，别乱跑，跟着我走。是江开。也不管他看不看得见，我感激地对江开点了点头，随后抓着他的手臂，两个人一起冲出了这间恐怖的房间。当我们离开明清收藏区后，视线一下子清楚了起来。说来有些奇怪，外面的灯光虽然也在一闪一闪的，但是闪烁的频率并没有里面那么快速，因此我们好歹还能看清楚一些东西。光亮中，我看见四周到处都是吓得屁滚尿流四处逃跑的人，其中绝大部分人影都是在朝着离开藏馆的电梯间逃去。见到他们逃跑的方向，江开也立刻拉着我跟了上去。奔跑中，我又回头看了一眼昏暗的明清收藏区，从我这里已经看不清里面的情况，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在刚才死在了那里。王大全是否也死在那里了？我正想着，江开喘着粗气问我：四九，王队是不是死在里面了？我摇了摇头，表示不清楚。江开就继续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好端端的佛像怎么会杀人呢？你问我，我问谁呀？我刚回了一句，就忽然吃痛的一叫，整个人向左摔倒在地上。江开连忙停下脚步，扶着我的左脚看了一眼。不好啊，你的脚肿起来了，可能是刚才被人撞到的时候扭伤了。我敲了一下自己不争气的左脚，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受伤呢？我看了一眼身后，确认那佛像没有追来，连忙扭头对江开说：老江，你快走吧，我不想连累你。这是我的心里话。虽然只是相处了短短的3年时间，两个人又相差了10几岁，但是江开的确是我在保安队里最好的朋友。江开老婆早年病死，
家里除了老父母之外，还有一个才刚刚上小学的女儿需要抚养，一家人全指望在他身上了。我不希望他被我连累在这里。瞎说什么呢？江开直接以行动拒绝了我，他把我从地上拉起来，右手勾在他的肩膀上，搀扶着我向电梯间走去。老江，你说我们会不会死在这里？一边忍耐着脚下的剧痛，我忽然开口道：老实说，我现在的脑子里一片混乱，今天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超过我能理解的范畴了。一尊青铜打造的佛像为什么会动起来？他又为什么要杀死我们？如果佛像是某种鬼神作祟的影响的话，那为什么他过去不杀人，偏偏要在我们来香港的时候杀人呢？一想到已经死在他手上的雷经理和王大全，我不禁有些伤感。雷经理虽然不是什么好人，却是我的伯乐。王大全平时对我异常严厉，其实都是为了我好。从小县城里出来之后，和他们相处了3年的时光，已经让我把他们当做了自己的亲人。可是为什么他们就这样不清不楚的死了呢？或许是看到了我脸上的伤感，江开强挺着笑了笑，安慰我道：别胡说了哈，我们是不会有事的。我反驳道：可是连王队他都……王队那是可惜了，以他的身手，如果是在光明正大的情况下，绝对不会有事的。不就是一尊破佛像吗？会动又怎么样？等我们离开了这里，好好装备一下，带上一些铁锤什么的东西，到时候回来再把他砸个稀巴烂。对，王队和雷经理他们不会白死的，我们要替他们报仇。我点点头，精神也有所好转。看到我脸上的表情，江开也笑了出来。好，不过到时候记得先去找几个道士和尚，到时候念经做法一起上，不管那佛像到底是什么鬼东西，都不让他有好果子吃。我嗯了一声，加快了脚步。原本还在隐隐作痛的左脚竟然也有些好转了起来。与此同时，我们距离电梯间也越来越近，从前面的走廊中已经可以听见先一步赶到的人们焦急等待电梯时的对话声。但就在这时，我忽然发现头顶上的灯光闪烁的频率忽然加快了起来，随即就在我们正前方的走道上，一阵尖叫声骤然传来，如同从地狱般传来的惨叫声，让我和江开2个人连忙停住了脚步。我们并不知道前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但那响彻的惨叫以及尾随而至的混乱不堪的脚步声，还有时不时响起的1、2声枪响，还是能令我们联想到一些事情。难道说那尊佛像竟然跑到了我们前面，出现在了电梯间？怎么会呀？我发觉身边的江开身子骨竟然在发抖。这个来自东北的大汉之前亲眼看到佛像杀人时也没有惊慌失措，这时候却真的是感到害怕了。那是一种对未知的恐惧与绝望。从之前发生惨剧的明清收藏区到离开藏馆的电梯间之间，只有我们眼下这一条通道可以走。因为我的脚受了伤，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落在了大部队后面。也正因为如此，我和江开2个人可以肯定，那佛像绝对没有从我们身边经过，否则第一个遇袭的就应该是我和江开2个人了。那么前面走廊上的惨叫声到底是发生了什么？难道说除了那尊佛像之外，这个收藏馆里还有别的鬼东西？前面混乱的脚步声已经由远及近，逐渐靠近了我们。我拉了拉一旁愣在原地的江开，示意他赶快躲到一旁。眼下一切都不能确定，我们可不敢就这么原路返回，万一正好和后面的佛像撞到怎么办？我四处看了看，便拉着江开躲到了附近的书画藏品区的入口处。
书画藏品居是一个开放过道式的收藏区，除了我和江开躲着的这个入口处，在我们身后50米还有通向其他地方的一个入口，万一有什么意外，也可以从那里逃走。就在这时候，闪烁的灯光下，我看到电梯间方向的走廊上冲过来6、7道人影，其中一个人还在频频地用手中的手枪回身射击，似乎在他们身后有什么恐怖的东西正在追逐着他们。在那些人影之中，有我和江开的同事。见到他们，江开立刻张开了嘴，刚想要叫他们过来，却被我拦下了。老江，不要出声，有情况。这时候我的神经已经完全绷紧了，我阻止了想要呼叫的江开，拉着他小心翼翼地将身子隐藏在入口的阴影中，继而一脸惊惧不安地注视起了那几个人。外面的灯光闪烁得更厉害了，那频率已经快得将我眼前的画面切成了好几个静止的片段。在这些如同照片一样的片段中，我竟然真的看见了那尊佛像的影子。每当灯光亮起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在一个逃跑者的身后，在下一次灯光亮起的时候，他的手上便会拿着那名逃跑者的头颅。几个闪烁之间，出现在我和江开面前的逃亡者已经接二连三地死去了。那佛像就是一尊杀神，不停收割着他们的性命。照这样下去，最多再有个10几秒钟，这些从电梯间逃出来的人便全要死在佛像的手下了。他们的命运究竟如何，我和江开不想也无法知道，因为在看到了佛像的身影之后，我便已经拉着江开从另一个入口逃了出去，一直到耳边再也听不到惨叫声和佛像杀人时的咔嚓声，我们2人才停了下来，靠在墙边喘着粗气。完了，只要有那佛像在电梯间，我们谁也逃不走啊！我的耳边传进了江开有些绝望的悲泣。虽然他之前一再的安慰鼓舞我，可现在看来，刚才我们目睹的那一幕已经快要彻底摧毁江开心中的勇气了。我连忙将一副绝望之相的江开从地上拽了起来，随即对他喊道：老江，不要放弃啊，这里可不止那一个出口啊！不止一个出口。江开抬起头，嘴巴半张半合道：你说的是电梯被堵住了的话，那我们就走另一条路。还记得今天来的时候李老板的话吗？这里除了平时的那个电梯外，还有一个货梯可以出入。对，江开的眼睛重新恢复了神采。货梯，原来还有货梯！我催促道：我们赶快走啊，趁着那佛像还在电梯那里，赶紧去货梯那儿。对，你说的对呀。江开吞了一口唾沫，深吸一口气，平静下来。货梯的位置我们并不清楚，不过第一次来这个收藏馆的时候，我记得自己曾经在许多地方的墙壁上都看到过收藏馆的地图，因此我便让江开扶着我四处看了一下周围的墙壁。我现在已经发现了一个规律，只要我们距离佛像较远的时候，头顶上的灯管闪烁的频率就不会太快。虽然这只是我单方面的猜想，但经过之前2次的经验，我对自己的猜测已经有了很大的把握。眼下我们头顶的灯光闪烁的频率就不太快，这说明至少目前为止我们是安全的，因为灯光闪烁频率并不大。因此我也很快就在一面墙壁上找到了收藏馆的地图。就在江开扶着我走向那张地图的时候，我忽然听到了一声嘶嘶的刺耳的噪声。江开停下脚步，低下头一看，原来是对讲机的声音。他拿起对讲机，调节了下频率，里面立刻传来了熟悉的声音：还有保安队的人活着吗？有活着的人赶快回答，最后重复一次，有活着的人赶快回答。我和江开愣了一下，便立刻听出了对讲机里的声音，属于我们的一个同事张欢。之前
大家在明清收藏区走散之后，一些人并没有和我们一样逃向电梯间，而是下落不明。我原以为他们或许已经死了，没想到这些家伙竟然还活着。江开脸上也是一喜，他拿起对讲机，对着另一头大喊道：“欢子，我是老姜，老姜，你这家伙还活着？小样的，你都没死，我怎么可能死呢？没死就好啊，没死就好。”我推了推江开，示意他不要浪费时间。江开连忙对着对讲机再度喊道：“别扯别的了，我和49都还好着呢，你们在哪里啊？你知道这里的货梯在哪里吗？我们就在货梯边上，货梯现在已经下来了，还活着的人都在这里，你们两个也赶快过来。”闻言，我和江开两人顿时大喜。江开立刻回答：“我们马上到。欢子，让电梯多开一会儿，不要扔下我们。小快，你以为我是你那么不讲义气？他怎么在这里？快开枪！快开枪啊！跑！快跑！”紧接着，对讲机里只听到一声凄厉的惨叫声，通话便中断了。怎么回事？江开听到了那惨叫，脸立时变得煞白，我的心里却是生出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我可以肯定，那声惨叫是因为那尊佛像，他竟然又跑到货梯那头去了。难道那佛像真的会瞬移吗？要不然他怎么会行动的那么快呢？我正要和江开说出心里的猜测，对讲机忽然又响了。张欢带着哭音的惊呼声从对讲机中传出：“老姜，49，快来救我们呐！那佛像又出现了，救我，快救我！张欢，我马上过来，你坚持住！”江开一边朝着对讲机里喊话，一边就要往货梯那边跑去。我在一旁拼命地拉住他，对他喊道：“老姜，不要去啊！我们身上什么都没有，拿什么对付那尊佛像啊？你现在过去，只是送死啊！”江开回过头瞪着我说：“49，你是要我看着欢子见死不救吗？你有种再说一遍试试。欢子还活着，我们必须去救他。来不及了，你也见过那佛像是怎么杀人的，等我们过去，早就已经来不及了。可是我们现在唯一的选择就是回电梯间那里。现在既然确定那佛像在货梯那里，那电梯间就是安全的。只要我们动作快一点，在佛像回来之前，一定能逃出去。”我这也是急中生智，现在让江开去货梯，那和送死有什么区别？至于我们是否能在佛像赶到之前坐电梯逃走，那就完全没有把握了。因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尊杀人佛像很有可能具有瞬移的能力。不过我的话，江开总算是听了进去。他自己估摸着也清楚，从这里跑到货梯那儿，至少还有个好几分钟。等到他人到了那里，张欢他们也早就已经死透了。江开狠狠地砸了周围的墙壁一拳，就在我以为他没有下定决心时，他便已经扶着我朝电梯那儿跑去。昏暗的收藏馆内，此时已经只能听到我们俩的跑步声，除此以外，再也听不到其他人发出的声音。前往电梯间的一路上，我们看到了许多无头尸体横躺在地上，这里面有李老板的保镖，也有几个属于保安队的同伴。他们的惨状让我忍不住挪开了视线，不愿去看。或许眼下除了我和江开以外，其他人都已经死了吧。这时候江开忽然喘着粗气说：“49，除了我们以外，其他人或许都死了吧。大家在一起相处了3年，不是兄弟也是朋友啊。这次如果我们能活下来，一定要好好安葬他们。到时候记得提醒我在他们坟前给他们烧些东西。我记得王队喜欢喝酒，张欢喜欢抽烟，老孙爱吃西瓜。”江开在我身边一个个回忆着同伴们生前的爱好，他每说一个人，我的眼前就仿佛浮现出他们的模样，眼泪也逐渐爬上了眼眶。我一定会记得提醒你的，
到时候买东西的钱就用我的吧，我无父无母的，存下来的钱也没地方花，你的钱还是省着给老婆孩子用吧。江开也没拒绝，点头道：好，那等这次出去之后，我请你吃大餐，先来50串羊肉串，再来20份羊腰子。我顿时被他的话乐到了，你这家伙当我是猪吗？话刚说出口，江开忽然在背后推了我一把，这一下猝不及防，一下子把我推倒在了地上，差点吃了个狗啃泥。江开，你……我从地上站了起来，刚想回头骂江开，却忽然发觉头顶有些不对劲儿，周围的灯光闪烁的频率竟然不知什么时候又变快了起来。难道说那佛像又来了？想到这儿，我连忙回头，想要叫江开快走。然而在我的身后，江开目光呆滞地望着我，嘴角里不断吐出血水，脖颈以下的部分已经完全与他的身体分离开来，一双乌青的大手缓缓抬起了他的脑袋。这一幕令我肝胆俱裂，如遭雷击。那个该死的佛像竟然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背后，偷袭了江开。难怪之前江开会莫名其妙地推了我一把，他原来是为了救我。咚！江开的尸体终于维持不住站立的姿势，倒在了我的面前。我呆呆地看着这一幕，胆子已经彻底吓没了，大叫了一声，便想转身逃走。可这时候我的双腿却是不争气的一软，整个人都跌坐在了地上。再想起身，却是发现已经使不出半分力气。咕噜噜噜噜，一个黑影滚到了我的脚下。虽然此时四下灯光昏暗，我却依然能清楚地看到那个黑影就是江开的脑袋。看着江开死不瞑目的脑袋，我先是觉得自己脖子后面冷风嗖嗖直冒，脑门上也见了汗，紧接着一阵反胃的恶心感觉从自己的胃里直冲我的嗓子眼。然而这个时候，那种感觉却被我堵在了喉咙里，因为就在我面前几米的地方，那尊杀死了雷经理、杀死了王大全、江开他们的佛像已经转过了身，面向着我。我心里不断涌出寒意，终于在其他人都死了之后，就该轮到我了。我大气儿也不敢出一声，双眼紧盯着那尊佛像的脚掌，随后缓缓向上挪动。临死之前，我要好好看清楚这尊会杀人的佛像到底是什么鬼东西。为什么一尊佛像会杀人呢？这一切究竟是因为鬼怪作祟，还是因为李老板他们对佛像的贪念而惹来的报应？临死之前，我只想要弄清楚这一点，不然我死也不会瞑目的。当我的视线逐渐抬起，目光忽然停在了半空中，那尊佛像似乎也知道我在看他，于是他也同样看向了我，目光中充满了恶毒之意。我颓废地坐在地上，瑟瑟发抖地看着那佛像，不知与他对视了多久，耳边能听到的只有自己那沉重的喘息声。可是由于这个时候已经恐惧得快要崩溃了，就在我的双眼已经快忍不住闭上的时候，脑子里才忽然闪过一个念头，奇怪，怎么刚才这佛像竟然不杀我呢？虽然刚才也不过是过去了10几秒钟，可是在我和佛像对视的时候，他的确是没有半点动静。难道说是这佛像已经杀够了，打算放了我？正当我这么想着的时候，我的双眼终于支撑不住，眨了一下眼睛。也正是在这时候，我的脑后忽然吹过了一阵凉风，几乎就是在感觉到这股凉风的同时，我猛地站了起来，向着面前撒腿跑了出去。没错，就是向着面前，因为那个佛像就在我眨眼的功夫里已经闪到了我的身后。可还没等我跑出一步，我的脖子上便传出一股深入骨髓的寒。那佛像的双手
已经抓住了我的脖子。感觉到脖子上那刺骨的寒意，我知道自己就要被佛像杀死了。可是这时候的我已经做不出任何反应，只有自己的视线越来越模糊，温热的泪水从眼眶里流了出来。老姜，王队，我来找你们了。与此同时，自我的脖颈上一股压迫感逐渐增大，我先是没法呼吸，随后就感到一股剧痛从脖子上传来。就在我彻底失去意识前，耳边忽然传来一阵枪响，紧接着一发子弹打在了佛像的手腕上。下一刻，我便感到脖子上一松，一个踉跄便往前栽了出去。摔下去后，我就下意识往枪响的地方看了一下，正好看到一个人影在半空中跃了起来，一腿扫在了佛像身上。就听当的一声巨响，那人影的腿就好像踢在了铁板上，发出了一声清脆的金铁之声。听到这声音，我忍不住眯起了眼睛，以为那人影的腿多半已经断了。可谁想到一腿之后，那人影却稳稳当当地站到了地上，反倒是那尊佛像凌空飞了出去，在半空中滑行了足足有3-4秒后，最后竟然砸穿了附近的墙壁，落到了和这里一墙之隔的一个藏品区内。里面不停传出玻璃破碎的声音，也不知道这一下有没有结果了那个鬼玩意儿。我傻愣愣地看着那佛像在墙上砸出来的大洞，足足过了好几秒后才缓过神来，回头朝那人影看去。这一看便有些呆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那人影竟然会是林千仪，那个温柔可人的大学副教授，佛像专家林千仪。此时此刻的林千仪和前几天的打扮截然不同，现在的他一身黑色的紧身衣，手上拿着一把我没见过的型号的手枪，身后还背着一个登山客的背包。当然，他现在的模样可不像是登山客，反倒是更像一个女特务。要不是我这几天一直对林千仪念念不忘，绝不可能那么快认出他来。你没事吧？林千仪缓缓走了过来，不过脚却是有些瘸了的样子，看来刚才那一下他也并不全然无事。我张大着嘴呆呆地看着他，酝酿了老半天才说道：怎么会是你呢？你怎么会来这里啊？林千仪看了我一眼，并没有立刻回答我的疑问，他的目光穿过了我，落在了那佛像撞出来的大洞上。那家伙还没解决，我们先离开这里。扔下了这句话，林千仪扭头便走。我也看了一眼那个破洞，果然在这破洞之后听见了一串动静，那声音似乎是佛像正在从玻璃堆里重新爬起来，破碎玻璃落地的声音噼里啪啦响个不停。一想到这儿，我马上就联想起刚才自己的脖子差点被扯断的那一幕了，身体顿时一抖，被吓了一个激灵，扭头便朝着林千仪追了过去。林千仪虽然瘸了腿，但是脚下速度却是没有一点耽搁。他带着我在这片藏馆中走了400-500米，在一个拐角过后，忽然就不见了人影。我心里只是略微慌了下神儿，便镇定了下来。在我身旁的墙壁上有一幅不知是哪个朝代的山水画卷，这幅画卷挂在墙壁上，几乎垂到了地板上。我掀起画卷，果然在里面发现了一个暗门。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个暗门的背后恐怕就是李老板在收藏馆中的几处暗室之一了。我还没有走进去，林千仪已经走到了暗门口，他的脸有些惊讶，似乎有些奇怪，我怎么知道这个地方？你知道这里有暗室？我之前忘记了提醒你，还以为你找不到这里呢。我晃了晃手上的画卷说，李老板那个人精啊，怎么会把一幅画卷就这么随便地挂在墙上啊？连保护措施都没有。倒是你怎么发现这里的？林千仪看了我一眼，脸上露出有些意外的表情。不过他也知道眼下不是说话的时候，
挥了挥手，等我进来之后，便将暗门从里面锁上。暗室里的灯光看起来并没有受到那佛像的影响，亮堂的房间里可以看到许多小箱子。我随意打开一个，便看到里面竟然放着一卷书册。我刚想伸手去摸，林千一便制止了我：“不要碰，这是敦煌的经书，解放前丢失的国宝之一，你没有防护措施，万一不小心将经书弄坏了，可就成了罪人。”林千一的话吓了我一跳，我连忙缩回手，将箱子重新放回原位。我重新四处打量了一下，之前的猜测果然没错，那李老板果真是在暗室里放了一些不能见光的收藏，难怪他那时候死活也不肯让警察进入那些暗室。想到这儿，我忽然直愣愣地看着林千一。那李老板直到临死之前都没有帮我们打开过这些暗室，可是林千一却不但知道暗室在哪里，还竟然在这个时候出现在收藏馆中。这个林千一，他到底是谁呢？看到我不再乱动之后，林千一便靠着墙壁坐下。他举起裤脚，看了一下刚才踢中佛像的那条右腿，原本细长的白腿上，现在已经肿了一大块，看上去不是腿骨断了，就是皮下出现了血肿。不过林千一却像是个没事人一样，脸上看不出有什么痛苦的神色。他从自己的背包里取出一罐不知道是什么的喷剂，熟练地在腿上喷了一下，便重新将裤脚拉了下去。我看着林千一熟练的动作，心中惊骇万千。我记得就在佛像开始杀人之前，王队他们在一个厕所的通风管道中找到了有外人侵入的痕迹。当时王队还非常肯定那个侵入收藏馆里的人并没有离开。眼下我看着林千一身上的黑色紧身衣，还有他衣服上依稀可见的白灰，已经可以100%的确定那个侵入者就是眼前的林千一。可是他明明只是一个大学副教授，为什么要闯入这间收藏馆呢？不对，副教授，刚才林千一那敏捷的身手，还有那一腿便将佛像踢飞的力量，这会是一个女副教授能做到的事情吗？我下意识地朝后退了几步，与林千一拉开了距离，才问道：“林千一，你到底是谁呀？”“我只是个副教授啊。”林千一稍微愣了一下，他的脸上依旧挂着几天前那亲切的笑容。“我是说你真正的身份，一个副教授怎么会半夜闯到一个私人收藏馆里呢？还有你的身手，根本就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就算是王队，恐怕也没有你那种力量。”我直接把内心的疑问全部说了出来，不打算给他任何说假话的机会。我是谁，真的重要吗？林49，我们现在该做的是互相合作，想办法从外面那佛像手里活下来。林千一想要避重就轻，我却不能就此放宽心呢。他虽然说的没错，比起外面那见人就杀的鬼佛像，林千一的身份的确是无足轻重。可是如果他连自己的身份都不肯说，我又怎么可能相信他呢？他救了我一次是不假，可是谁知道他救下我是为了某些其他的目的呢？于是我说：“我感谢你刚才救了我，可是现在真的没办法相信你啊。如果我们之间没有信任，那就谈不上什么合作。罢了，我的身份可以告诉你，但是我要先提醒你，知道的太多其实对你没有什么好处啊。有没有好处，还是等我们先活下来再说吧。”林千一沉默了一会儿，从背包里取出一本驾照一样的东西，扔到了我的脚下。我捡起来一看，那小本子上金色的国安2个字格外的醒目。林千一说：“你看到了，我的真正身份是隶属于国家安全部的成员，这次伪装成大学副教授是为了在香港执行一个任务。”国家安全部？
我抬头看了一眼林千怡，又翻开了那本证件，上面的照片果然就是林千怡本人。只是在看到了这本证件里面的内容后，我却断定了林千怡在对我撒谎。我这还是第一次亲眼见到所谓的国安证件，自然不可能分辨出这本证件的真伪。但在这本证件上，却有一个内容明显和林千怡所说的事实不相符。这个矛盾的内容就在证件上，在林千怡的照片下写了一行小字：国家安全部第1局。就是这行小字让我觉得林千怡对我撒了谎。事实上，我曾经在网络上看到过国安部的一些公开资料，里面清清楚楚地写着，国安部下属第1局其实只是一个机要局，负责港澳事务的其实应该是第4局才对。所以如果林千怡真的是国安部的人，那么他的证件上也应该是写的第4局，至少不会是第1局这个只是负责处理内部事务的分局才对。当我将这个疑点甩了出来后，林千怡脸上露出不可置信的神色。你真的只是一个小保安？天哪，就凭你的观察能力啊，就算你说自己也是国安部的人，我都会相信呢。我强压下了内心升起的一点小得意，使劲咬住自己的嘴唇，装作对他的恭维不感兴趣的模样，继续等着林千怡给我真正的答案。林千怡看到我没反应，才叹了口气。好吧，没想到这里竟然会露出马脚，回去之后看来要汇报下这个问题了。接下来他抬起头，声音从未有过的严肃而又认真。林49，我接下来说的你以后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人。见到我点了点头，他终于开诚布公道，其实我真正的身份是749局的调查员，我是调查处3科的成员。749局？这一次我倒是相信了林千怡所说的，因为这个什么749局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如果林千怡还想要继续骗我的话，根本没必要编出一个从未有人听过的组织来骗我。真要那么做，他倒还不如说是中国龙族的人。749局那是什么组织啊？简单来说，就是发现、调查并且处理国内发生的所有不可思议的神秘现象和物体。比如现在外面的那尊会杀人的佛像，就是我这次的调查对象。那佛像，原来你的目的真的是他？是啊，林千怡笑了笑。为了保密，我们在平时调查的时候都会借用其他单位的身份，这次我就是伪装了大学副教授的职位，才能和你们一块来到香港啊，为的就是能亲眼确认这佛像的下落。只不过我原本只是打算在确认佛像就在这里之后便回去的，可谁知道第2天这里就发生了杀人案。为了确认杀人案和佛像之间的关系，我才留了下来。我插嘴道，你在前几天就怀疑佛像和杀人案有关系了，它到底是什么呢？鬼魂、厉鬼还是妖怪呀？我们原来也不清楚。事实上我会来到这里都是因为我们过去在一个寺庙里发现的一本手抄本。林千怡说着便又从背包里拿出了一张照片，那是某一页古书的照片，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一些繁体字，字迹也非常潦草，应该是某种古代的字体。我看了一眼便还给了林千怡，表示自己看不懂。于是他便向我解释，这其实是明末清初一座寺庙里的知客僧日记。那位知客僧在这本日记上曾经记录了一段非常奇异的故事。顺治2年，恰逢神州巨变，战乱不断，神州各地十室九空，原本香火不断的石门峡山寺也在这乱局之中逐渐破败，门可罗雀。然而就在这乱世之中的某一天，山门之外却迎来了一个陌生的男子。当时日记里的知客僧恰好就是第一个见到那男子的和尚。他见来人40多岁，独眼，背着一个大包袱，张嘴一口陕北口音，言语粗鄙，然而穿着打扮
却又好像是大富大贵之家。明明已经满身是伤，狼狈不堪，可行走间却还带有一股威仪之气，不似凡人。只是独眼男人进入山门的时候，已经满身是血，血腥之气扑鼻而来，吓得知客僧大喊救命。这一叫便引来了霞山寺住持。霞山寺住持那时已经年近70，一生阅人无数，并没有如知客僧那样惊慌，而是念起佛号，询问其来人姓名。不过让知客僧奇怪的是，那独眼男子既不是来烧香，也不是来礼佛，反而出口妄言，说是要与寺院一场大富贵。说着，独眼男子便将随身背来的包裹扔在了地上。包裹落地散开，露出里面的东西，却竟是一大堆黄白之物。世道纷乱，山门穷苦，就算是那时的和尚，日子也不好过。因此见到包裹里的金银，知客僧第一个便失去了定力，跑去将包裹彻底掀开。一看之下，众人呆若木鸡，因为那包裹之中怕是藏了不下100两黄金，1000两白银。见到这些金银，霞山寺的住持立刻让围观的众人离开了此地，只有那知客僧因为见钱眼开，偷偷摸摸躲在了一旁。不过也正因为如此，才让他知道了随后的一桩大秘密。独眼男子的真正身份，就是不久之前在九宫山失踪的大顺皇帝李自成。月前，李自成率大军躲避清廷追击，遁入九宫山之中。不料他的部下之中，有人已经与清廷暗通款曲，想要伪装成百姓将其格杀。李自成历尽艰辛，才从叛贼手中逃脱，一路逃至了霞山寺中。虽然是得以逃脱，可李自成在这一路上却身受重伤。他自知时日不多，又不想自己的尸骸落入清军手中，重蹈当年他将大明皇帝朱由检游街示众的覆辙，便想要拜托住持将自己的尸首火化后熔铸在佛像之中。以肉身铸佛，那可是有道高僧才能享受的待遇，霞山寺的住持自然不可能就这么答应。可谁想，住持还未来得及多说，只见血花四溅，李自成便已经拔剑自刎于他面前。霞山寺的住持或许是可怜李自成一代闯王，却落得如此下场，最终还是决定了替其了去临死前的心愿。于是自那天之后，这位住持便派人将李自成留下的金银四处采买铜块，开始替他铸造铜像。当然，整个霞山寺里除了住持和那位知客僧之外，就再也没有人知道这尊新的佛像之中竟然混有李自成的血肉。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点击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第一时间获取更新。明天我们不见不散。